今天做了法式纪莲芝士包，五一的时候去了朝阳大悦城，里边有个进口超市，看到他家这款面包是明星产品。当时我姐说买一块回去尝尝，我在试吃那里尝了一块，我说等我回去给你做。后来我发现盒马啊、七鲜啊都有卖这个面包的，看来它是非常受欢迎的。我用了一个软欧的面团，低油低糖，还特别松软，这个面包真的非常好吃，你们一定要尝试一下。先做一个烫种，开水烫面，搅拌均匀，放冰箱冷冻半小时，完全凉了以后就可以揉面了。然后再把所有材料都放到厨师机里，黄油也一起放，黄油量少，不影响出模。5档揉大概15分钟左右就揉好了。这个面团酵母量我放的少了点，少放酵母，延长发酵时间，增加面包的风味，可以更能突出麦香味。没有糖浆可以换成15克白糖，放糖浆主要为了保湿，延缓面包老化。还有就是现在是夏天了嘛，揉面的时候面温很容易升高，建议用水和法揉面。这个面团用水和法的话，就是除了酵母，所有材料揉成团，然后连同揉面钩、揉面缸一起放冰箱冷冻半小时以后再揉。揉到9分筋，就是刚刚那样，破洞有少量的锯齿，然后就把果干放进来，用低速3档揉1到2分钟，揉匀就好了。果干的处理，果干最好是提前浸泡1晚上，可以用朗姆酒、红酒泡，也可以用清水泡。不泡有2点不好，一个是果干太干，会吸收面团的水分，这样面包就会损失一些水分；二就是表面露着的果干本来就干，烤完以后就会更干，会影响口感。80克果干用20克水或者酒泡就行了，这样泡完以后水分都吸收到果干里，它也不会水水的。揉好的面团温度要尽量给它控制在24到26度，尽量不要超过26度，因为面温太高的话也会对成品影响的，就不能很突出这个麦香味儿。给它放在不超过28度的环境里去发酵。现在的天气室温发就好了，我就是室温发的，发到2倍大左右，就是按下去不回弹不塌陷，或者按下去有轻微回弹就发好了。然后给它平均分成2份，再滚圆松弛30分钟。松弛好了以后就可以整形了。这个面包整形没有什么技巧的，就是给它擀成一个圆饼。擀开以后给它放在油布或者烤盘上，如果你有石板的话就用石板来烤，就给它放在油布上，如果没有石板的话就直接放在烤盘上就行了。给它再按一按，尽量别太厚，薄厚就跟披萨饼那种状态差不多就行。然后再放上奶油奶酪当做加馅，这个奶酪就是原味的奶酪，没有加任何东西。做的时候我就琢磨过来了，这面包为什么会受欢迎，因为它低油低糖，基本上吃的都是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。一个是突出麦香味儿，还有一个就是果干的酸甜嚼劲儿，还有奶酪的浓郁顺滑奶香味儿，真的非常不错。铺好奶酪以后，把第2块面也给它擀成大小一样的饼，给它放在上面，表面用叉子插一些洞洞，这样防止它烤的时候长太高，然后给它盖上，进行最后一次发酵就可以了。最后发酵温度不要超过30度，我觉得就室温发就挺好的，是26度室温发的，我觉得特别好吃。发酵的时候你可以剪点纸条，我就是用的那个 A4 纸，给它这样先叠出印儿，然后给它裁成纸条。烤箱要给它提前预热上，上火220度，下火180度预热。这个面团我差不多发了1个小时左右吧，发到1.5倍大，就这样按下去，它还有轻微回弹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把这个纸条放上来，然后薄薄的筛上一层面粉，面粉千万不要太多，吃着会影响口感，噎嗓子。再慢慢的把纸条拿开，
这样就可以放到烤箱里去烤了。放在烤箱的中层，我是放在石板上的，把油布直接放在石板上，上火220，下火180度烤15分钟。没有石板的话，可能你会烤15分钟，也可能会烤20分钟，反正具体的还是要根据自己家烤箱情况来定。这种低油低糖或者无油无糖的面包放在石板上烤，效果会更好一点。尤其这种大饼状的，底部会受热很均匀，也熟得快。熟得快就能保留更多的水分，面包就会更松软。没有石板的话，也可以用平底铁锅，铁锅保温性也很好。要是能喷蒸汽的话，还可以再喷一点蒸汽，那效果就会更好了。出炉以后震一下热气，然后把面包放在晾架上晾凉，内外完全凉了以后再切它，要给它一个熟成的时间。这个面包是我第2次做的，第2次做的时候奶酪没有多少了，所以这个奶酪少了一点。我看超市里卖的好像就是这样，切成1/4块一个，就这样一块卖。看我这个用石板烤的，底下颜色很均匀，很漂亮吧？非常的松软，感受到了吗？特别好吃，真的。而且用石板烤，它膨胀的也会更好。你看这个组织还有一些气孔。天哪，我才意识到，我觉得我这说的有点太那个，你们不会以为我是卖石板的吧？我真的不卖，请上网自行搜索。我只是真心的想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怎么能把这种面包烤得更好吃。用包装袋包一下，有超市那感觉了吧？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帮我点个赞吧。接下来请欣赏我的猫猫们。你瞧你那脸那么脏啊，干什么呢你？快下来，别看小鸟了，快下来，快点儿，不听我话是不是？